那么下面呢，我们开始咱们今天的正式课程啊。那么今天呢，学习的是这个刘奎龄的刘奎龄的这个叫竹林双犬竹林双犬取了个名儿，因为他的这个作品名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不是什么长城骆驼，对吧？还有竹篱双犬，就是这种篱笆，还有什么还什么松柏双鹿这样的啊。好，今天呢，我们看一看咱们的这个左边的小图看一看这个整图，我们看一下构图。那么老师把这个图是裁剪了，它是一个长条是个长条，它那个竹子一直画得很高我给它裁掉了，没有必要。你看看这个两只狗呢，是在纸的1/3中间处另外再说到这个9宫格这个事情大家有没有注意我昨天偶然发现了发现这么一个问题。我在裁剪这个图片的时候发现无论是手机还是电脑它这个软件，它裁剪的时候就是用的这种9宫格的线，就是9宫格的线。你看看，证明这个9宫格它是更加精准的它是更加具有科学性，对吧？更加具有科学性的比如说十字线呢，它就有一点不具有科学性有点太简单了，对吧？那么看看这个这个呢，它就是两只狗呢，正好就是在纸的中间部分你稍微画一下1/3处，你不要画出去了。当然画出去也没事可以上下可以灵活一点灵活一点。那么再来看这个两只狗一前一后形成了这种三角形，看到没有？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这个感觉那么这个石头呢，又是和这个下面这个狗是一个形状，看到没有？这个石头是这样的，那么下面这个白色黑白相间的这个狗也是这么向下倾斜的，对不对？完了，这个小石头这块也是向下倾斜的，对吧？三条这种线然后再加上竹子是这样倾斜的，那么上面的竹子也是这样倾斜的它的一个构图的一个特点我们把它掌握下面呢，我们来起形。那么起形要用到这个碳条，我今天用的是卡纸我用的是卡纸，因为卡纸平整一些大家看起来效果会好一些。但是这个卡纸还可以也没有那么不是太难用，我觉得还行。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开始构图了。1/3大致我分一下1/3在哪儿？因为咱们这是90厘米，是90长90长除以3，就是一个呢就是30，我一拃是20，再一拃哎呦高了，在这儿大概在这一块，这是1/3处那么这边也是1/3，稍微分一下，差不多就可以不要太死板了，差不多就可以1/3。好，刚刚说到这个狗呢，它是这样的是这么倾斜下来你画一条倾斜的斜线背部这一块注意这条线它要倾斜下来然后头部，那么头可以看成一个什么形状？一个圆形或者一个方形都可以你把它看成一个圆形一个方形都是可以的。大小注意大小大致加上它的这个耳朵它的一个头身比大致是1:31:3.5 1:3.5左右1、2、3 3.5。尾巴呢，它因为毛发比较长，稍微多一点，大致是这么个感觉大致是这么个感觉。身体呢是一个长方形是一个长方形。那么这一条线注意这条线它其实很笔直了这个腿到肚子这条线直的一条线，这是老师有点感觉像在教你们画素描似的直的这么一条线。那么其实身体是一个什么形状？当然是一个椭圆形，对不对正常的怎么会是个这么长的长方形呢？不可能不可能。对，拿的是碳条卡纸有这么大，有40整张的都有，怎么能没有呢？有好，
那么这个我们继续说啊，继续说。那么其实屁股这一块啊，从最高点啊，它的一个背部最高点这么下来是哪儿呢？就到了这个臀部这一块啊，它其实是这样。然后啊，这是身体躯干的部分，对吧？然后这一块的黑色的毛发的地方，哎，它与这个相接啊，与后腿，这其实是一个腿部的这个体积，黑色的这个羽毛啊，不是羽毛，黑色的毛发啊。它其实是个腿，对吧？老画小鸟，老说羽毛了。哎，你大致看一下，画出来。那么这一块肚子，那么身体同样我们把它分为几个躯干，对不对？那么这是前面的一个躯干啊，前面躯干它连接着就是前腿嘛，哎，连接前腿。前腿正好是趴在地上啊，它是这么一个感觉啊，然后这一块这个黑色的长发就把这块挡住了，明白这个感觉吧？找一找啊，然后这是脖子、脊椎啊，那么其实它是有起伏的，它的一个身体肯定是有起伏，只是它的毛发会比较长一些，会有一些遮挡，对不对？同时它还是有脊椎的动物啊，它肯定。这个脊背后面一点点啊，要露着一点，然后到了尾巴，尾巴是一个圆球状啊，这么卷上来啊，这是什么品种？有没有知道的？是不是啊？好了，那么躯干部分你把它给了解了，对不对？它一腿一前一后是这样的啊。要往前走的一个感觉啊，一前一后，大致是这样一个感觉，对不对？这样一个感觉。那么3个部分啊，前躯啊，中间身体部分，哎，后躯啊，对不对？啊，不要搞得太重啊，画的有点重了，今天，为了让大家能看清。起重了就不好啊，回头影响画画。稍微画的有点靠这边了啊，因为它的一个头基本上是顶出去了，顶到纸外边去了。那么我稍稍把它往这边挪了一点啊，所以这边位置稍微有点靠后了，没事儿，这都是小事情啊，都是不影响画面的就可以。好，注意这个头啊，现在来看这个头，整个的头要注意啊。首先呢，我们把它两部分，第一个圆啊，就是它到它的鼻子下面，然后下面就伸这个舌头，对不对？那么我们要看一看啊这一块，那么这一块它基本上它的一个高度在哪儿？高度与它这个前爪子基本上是这么一个高度，对不对？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小爪，有个前爪。就是它那边的爪子其实是一个后边的爪子啊，然后耳朵这一块要有一个遮挡，对不对？耳朵啊这一块比较长比较大，稍微遮挡一下。哎呦，录了，吓我一跳，哎呦，还是得看字幕啊，否则呀这个太危险。以后大家要多提醒我啊。有时候匆匆忙忙的。好，看看眼睛的一个感觉，它是带有个弧度啊，这条线是眼睛的一个线，它基本上是在它的整个头部的中间还要偏下一点点啊，中间还要低一点点的一个位置，就跟我们画那个小猫差不多啊，因为它是这么低着的啊，低着头的，所以啊，它只能是这样。然后鼻子这一块啊，鼻子这一块是一个圆，一个大大的圆，然后整个后边呢就是黑色的这个毛发了啊。鼻子中间稍微分一下，鼻头也是个圆吧，我这个笔太粗了，没法细致的画啊。然后啊，伸个小舌头，大致就是这样啊，别画重了，一会儿上色啊不好弄。然后眼睛，个肿眼泡，这个狗啊是个肿眼泡
眼睛比较肿。侧面的眼睛，这个眼睛啊，一定要画小一点啊，别画大了。看看，就是这样就可以了啊，画小一点就可以了。哎，然后后面的这个头部发际线有点高啊，小狗发际线有点高，看后面这个发型有点地中海啊，就是这么个感觉啊。小卷毛啊，这个头部啊就是这么一个感觉，看到没有？那么爪子是一低，哎，一高，然后呢再又一低，那么这个好像还不够低啊，所以呢，等会儿画的时候还得微微调整啊，或者是这个再往上抬一抬，这个好像不够高啊，得往里再缩一缩。所以这些线啊不要画得太清晰，暂时让它模糊一点，方便后面调整啊。这都是一个大概的位置，明白吧？它大概它的一个形体动态就是这样，哎，3个部分，1段、2段、3段，对吧？每一段，比如腿每一段啊，大腿肌肉的地方，它都是黑色的这个小毛啊，黑色的长毛，给它进行一个遮挡。同时，黑色呢，因为它比较深啊，能够加强这种感觉啊，加强这种肌肉感、力量感，对吧？如果是浅色就太弱了啊。背部你看看，一到关节重要的地方，它就是黑色的这个毛发啊，比如说这些高点的地方，啊，腿部这些地方，所以它的一个作用，包括这边啊，这边，这是后腿，后腿它是这样的啊，整个的后腿是这样的，然后这边一个腿它是这么翘起来的，那么这些是它臀部的一些这个长发，哎，明白这个感觉吧？显示是查理士王小猎犬的。哎呀，这我们这边以前我们小时候，哎呦，好像画大了，这个石头好像画不下去了啊，这个狗整大了，完了，好像整大了，就得站着画画，你看看一坐着就容易画大，哎呀，好，大就大点啊，石头回头给它改小点吧，哎，也差不多，这个狗它小啊，这个狗小。那么这个狗，你看看它的一个高度啊，它的一个身体的一个高度，它就比较小一些，它就在它的一个这个尾巴不要翘太厉害啊，稍稍给它降低一点啊，稍稍降低一点，它是比较平一些的，别画太高了啊。那么这个狗的一个高度，它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啊，大概是这样的。同样啊，脑袋啊是一个长方形，我们首先呢可以把它看成个长方形啊，因为这个小辫子啊，小耳朵像个小辫子似的，比较占地方啊，稍微高一点，稍稍再高一点，好吧？可以不起形啊，我也不喜欢起形啊。如果你能画好啊，你就不用起形啊。你能画好你就不起形，我也不喜欢起形啊，说实话，起形就约束就制约我的这个发挥了啊，感觉我的才能就受到了限制，就感觉就像被封印了一样啊。就是这样啊，这个大概是1比1啊，1比1的一个感觉啊，1比1，你看1比1的一个感觉。那么这个你就注意好就可以了，注意好。同样，那么这块就是它的一个前腿啊，小卷毛，这个卷毛太卷了啊。这是个前腿，然后身体部分啊，它是这样，露了一点出来。露一点啊，肚子看到身体，整个的臀部呢，那都被尾巴给挡住了啊，尾巴太大了啊。那么这是身体的躯干部分啊，往上要高一些，
然后臀部与后腿它是在后边啊，整个的臀部与后腿在这儿，有一点外八，小脚啊有一点外八的感觉啊，这样，然后整个的这个尾巴哎又是这么卷起来的，又是个小圆，哎这么卷起来，它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啊。然后这边呢是这边的这个腿啊，有一点这样的。好，鼻子，这小狗用鼻子看人啊，鼻子翘的比较高，鼻子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啊，像一个五边形。哎，然后鼻头，嘴巴张开啊，嘴巴张开，是吧？然后吐个舌头。完事儿了哈，眼睛同样啊，肿眼泡，那个画大一点啊，肿眼泡，肿眼泡里后面啊再来分这个眼睛啊，眼睛大致一个位置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啊。小狗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感觉，这个就比较简单一些啊，这个比较简单。好，轻轻的起啊，要轻轻的起，不能用橡皮，用橡皮就起毛了，所以我们要用炭条啊，用炭条。为啥用炭条啊？炭条起掸一掸啊，用手啊，这样稍微的擦一擦，它就能掉一部分啊，它能掉一部分，对吧？用纸轻轻的擦一擦。看到没有？这不就浅了吗？啊，就让它灰一点啊，让它灰一点。好，那么起形啊，咱们就起到这儿了。我这个稍稍起大了一点，那底下留多了，上面留少了。不过没关系啊，感觉也差不多，能画下，能画下。主要是这边不应该留啊，这边我留了这么有两厘米左右啊，2-3厘米左右，它是整个头要出去了啊，我稍微给它画进来了。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老师动手了啊！啊，像这样打一打，掸掸灰。我也不喜欢起形，所以我这个炭条这都放了多少年了啊？放了得有10年了都没打开过。不是为了教大家，我都没打开它。好，开始，来一只这个尖蚝啊，或者这个羊蚝都可以啊，尖蚝或者羊蚝。就你们用的这个小白云也行啊，中白云也可以，大点小点，最好呢这个中白云啊，中白云不要太小啊。调点墨啊，墨呢不要太淡，太淡了水分大它就湿，哎，吸一吸，哎呀，那墨好香啊，吸一吸啊，干一点，毛笔吸干一点，这种散封的一种状态，干一点啊，一种散封的一个状态。从这只小狗我们开始，好吧？哎，从这只小狗开始啊，从它的眼睛，这种它得画的一个低眉顺眼的这种感觉啊。有的其实啊，可以像那个画梅花鹿，之前教大家画梅花鹿啊，那个。不是睫毛，不是梅花鹿，就之前课上画的那个老虎。之前课上画的那个老虎啊，它是有这个长长的这个毛发啊，把眼睛呢有一点遮挡的感觉啊，
小狗其实也是一样的啊，你看看，轻轻的给它遮挡一下，看到没有？哎，要这样的画几笔，对吧？不要完全是一条实线啊，不要完全是一条实线，那有一点遮挡。眼角是这样的啊，眼角线条可以粗一点啊，可以稍稍粗壮一些，这个线条。啊，那么这个眼角线条，哎，虚虚实实的啊，重了一点也没事儿。为什么？因为它这块啊毛发比较重啊，比较是黑色，比较深。你看这个眼眶先给它画出来，画出来之后呢，再来画眼珠子啊，眼珠子要饱满一点啊，要饱满一点。毕竟呢，这个眼睛它不小啊，动物的眼睛都比较大。眼珠子稍稍留一点点白啊，留一点高光啊，留一点高光。哎呦，出来了吧？出来了啊，小中眼泡，小中眼泡啊。哎，就是这个感觉，对不对？眼睛，下眼睑也稍微来一来啊，稍微来一来。到这儿了啊，轻轻的来两笔小颧骨，小颧骨。好，这个眼睛呢，要比这个眼睛高啊。右边的要比左边的眼睛要高，但是呢，眼睛呢又要比它的小一点、窄一点啊，明白吧？要窄一点。那么中间的一个距离，大致是一只眼睛的距离，就是以这只眼睛为基准，大致啊是一只眼睛的距离啊，你找好这个距离，好吧？你看这个小眉头皱的啊，你看看这个小眉头皱的，都是这样。好，然后呢，就是这个中线啊，中线。好，我们从这个眼睛开始，那么这个眼角啊，因为透视关系，咱们就看不到内侧，明白吧？咱们只能看到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同时，发挥一下想象力啊，整点睫毛啊，给它整点睫毛吧。哎呦，整点小睫毛，看到没有？好，眼珠子挡一半啊，小眼珠呢就得挡一半啊，这个眼眶啊给它画出来。那么这是下眼睑，那么同样的道理啊，这边眼角咱们只能看到看不到厚度，那么这边的眼角我们就是可以看到厚度的啊，把这个厚度给它画出来。哎，明白这个意思吧？然后眼珠子同样要大一点，比较饱满一点。然后呢，这边眼黑，瞳孔还稍微被这个长睫毛啊给遮一部分啊，遮一点点。好了，稍稍要收一下啊，底下要窄一点，它整个的是这么一个三角形啊，这么一个三角形的感觉，往里要收一些，把它脸型啊给它收一收。气鼓鼓的，就是有点气鼓鼓的啊，小眉头皱的。不高兴啊，不高兴被大家画嘛。好，这小中眼泡啊，小中眼泡呢要高一些，高一点，脑袋呀往后靠一靠啊，
脑袋不能太鼓啊，要画的有一点不大聪明的样子，对吧？好，鼻子其实得往这边挪一挪啊，鼻子要往这边挪一下。那么这个啊，它的这个小脸啊，它是这样，往里收啊，往里收。我们先画鼻子啊，先画鼻子，鼻子要往这边去啊，为什么呢？这不是人中吗？这个中线呢，中线沿着下来，那么它中间点在这儿，对吧？中间点呢，稍稍的往这边靠一靠，对不对？哎，那个小鼻子呢，它就应该是在这儿了。我其实狗挺聪明啊，我就是这个比喻啊，就是这个额头啊，不要画的太饱满了啊。他们不经常说天庭饱满吗？它这个是往后靠，哎，要往后靠，扁一点，不要鼓得太厉害，是这个意思啊。咱还能说狗蠢吗？鼻孔。好，嘴巴下来，下来，这个往那边去啊。哎，它有一点是低着头嘛。好，那么这一块就是它的脸部的啊，这个毛发，小卷卷啊，这个小卷，来卷一卷。好，紧接着啊，把这个一头秀发啊，这个耳朵啊，小耳朵，你看，可以稍微放开一些了啊。这个五官呢，咱们就差不多了啊。一会儿把舌头我再给它补一下。先把小卷发啊，看看，它基本上就是这个感觉。散风披笔丝毛啊，有没有之前像这个画那个华严的这个凤凰的时候啊，教大家画凤凰的时候，哎，有没有这个感觉？找一找啊，找一找。上过课的同学啊，可以看一看，对吧？先分组啊，一缕一缕的啊，先分出来。哎，先给它分出来，先分出来。啊，哎，它就有了，对吧？这个小耳朵，你看到没有？它是这么一个感觉啊，像不像地中海的这个发型啊？这个小狗，这个看着也不像是国内的品种啊。这个刘慧玲从哪儿找的这个小狗？好了，那么这边就是这样，哎，这边呢稍稍往里面缩一缩啊，往里面缩一缩，
发际线啊，这个发际线是有点高，对吧？小发型，这发际线比梁田老师还高。抖吗？可能是我这个手。因为这个是摄像机也是架在桌子上的啊。好了，看看这边啊，内侧啊，内侧呢，它这个比较的重一些。我这是个尖好的毛笔啊，你看这个就你们有啊，你们有啊。不抖是不是啊？你说抖，我的心里一咯噔啊！这又出现新问题了吗？还好，哎，它的一个头部的感觉，看到没有？看到吧？他在大学是没有，他没有在大学授课啊。小胡子，点一点，舌头也往前去一去啊，往前去一去，整个都得往前去一去，两半啊，两半的这个感觉给它画出来。哎，小舌头吐的。好了，头部呢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那么顺道呢，把这个小爪，这小爪子啊，和这个小老虎啊、小狮子差不多，对吧？你看有这些线啊，就比较讨厌啊，所以起了形就是这线就特别碍事儿，画面就显得特别不干净啊，是吧？擦也不敢擦，一擦回头还起毛，回头染白也不太好染了。脚后跟儿藏在这个里边了，小爪。是女狗，你这问的呀，我也没有调查过。好，现在我缩小一点，咱们画整体啊，画整体，好吧？画整体，哎呦，一会儿啊，我们再来啊，用这个墨色把这个毛发呢再给它分出来啊，再给它分出来。你看也挺快啊，也挺快。那么到这后边了啊，大家放松一点，对吧？放松一点，毛笔干一些啊，尽量的保持这种干干的感觉啊，不要太湿了，看到没有？不要太湿了啊，因为它是个肿眼泡啊，因为是个肿眼泡，所以这个狗还皱眉，哎，还皱眉。有没有爱狗人士啊？小眉头皱一皱。
狮子狗，这是不是狮子狗啊？不知道啊。小狗，小狗，小狗心想：我得罪你们谁了？我怎么着了？我好端端的，你们给我翻出来还画我，还嫌弃。用笔可以稍稍大胆一点啊，大胆一点。好，大致画一画啊，大致呢画一画这个感觉。一会儿啊，运用这个什么破墨法啊，趁湿的时候再加一些重的地方。现在我们先把它分出来啊，好吧，分出来啊，尽快速的分出来，然后把上面那只狗啊，也给它把形给起一下。那么这一只啊，这一只它也是啊，它这个墨色你可以湿润一些，可以湿一点啊。我换一支毛笔，这支毛笔有点小了。可以稍微换一支啊。好，哎，这个墨色啊，可以湿润一些啊，可以湿一点。灵动一点，用笔，七拐八拐，七拐八拐的啊。然后再把毛笔擦干一些，哎，画这个腿。这个脚掌啊，你看看它和这个也是基本上一个平行关系啊，稍稍给它加高一点。脚趾头啊，注意脚趾头它这个感觉是什么？它一个脚趾头它基本上是这样的，第二个脚趾头呢，它是个平行关系，对不对？哎，是这样的。第三个脚趾头呢，就是这样的。然后再来添加它的一个爪子、小指甲。准备中午哭了还，咋的了？哭成个肿眼泡了。你看，趁湿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呀，怎么灯又变黄了呢？是不是有点变黄了？咋回事？又自动感光了。好，很快就成了啊，很快就成了。那么到这边我们也是啊，稍微大胆一点，到了这个后面的这个腿呀、哎，用笔
泼辣一点啊，泼辣一点，围绕着它的这种结构，侧锋到底下，哎，围绕它身体的这种结构感，这种体型的结构啊，这种大腿，哎，底下的毛发呢，它是比较长，会打卷啊，往里卷。墨色淡一些啊，不要太重。还有的往上卷啊，还有的往上去了，看到没有？还有往上的，还有往下的，都有。完了还在用重墨啊进行破墨的。比如说现在啊，你想破一下墨色也可以。不敢跟，为什么不敢跟？你可以先看啊，想跟也可以。你跟画的时候不一定非得跟完啊，你跟一些重要的地方，就当练习，提前练习，对不对？你想每个部分跟到位，每个细节跟到位，不可能啊，因为咱们俩如果同时画的话，它中间是有一个时间差，对吧？中间的一个共用的一个时间都在画画，你没看到我的，所以啊，跟画呀是比较难的一种方式啊。那我们正常学习怎么会？你比如说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不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嘛？老师画画，你还搁那画画，还不看？好，哎，稍稍的分出来一点，稍微分一下啊。那么这一块呢啊，既然画了，我们都给它画一下吧，趁着湿。破墨，破墨啊，不要太过凌乱啊。这个小卷毛它有一定的规律啊，有一定的规律啊。有没有烫过头发的女生啊？女同学们，你们应该是能够对这个大波浪卷呢，你们应该是能理解它的一个特征，对吧？梳理的时候它是咋样的呀？一卷一卷一卷啊，像波浪一样，就是一种波浪形，所以叫波浪卷，对吧？你们稍微注意，要稍微注意啊。那么背部这一块呢，也给它啊，暂时呢也先用淡墨呀，统一画出来吧。湿的时候画，它融合的比较好，干了之后啊，它融合度差一些啊，它不会，它没那么自然，明白吧？再换重墨。这前面腿是左腿，你说对了啊。这是这边这个腿啊是那边的腿，这个腿才是这边的腿，就前面的腿，这个是后边的腿，这样讲。
这个嘛，1、2、3、4，不是4个腿吗？啊，1、2、3、4，正好4只腿嘛。好，那么这个小波浪卷这块墨色的地方啊，暂时先这样啊，先这样。我们继续啊，往后去，继续往后去。那么你看这一块啊，其实快到臀部了，对吧？这是臀部，虚一点啊，毛笔啊，虚入虚出，可以散锋，也可以利用这个刀刃啊，把它压扁之后，像一把刀一样，一个刀刃啊。哎，好。紧接着就是这个腿了，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大腿的一个外侧外轮廓线，看到没有？它一个外轮廓线是这样，这是脚弓啊，这一块它是弓起来的，它才能够有力量嘛。所以这个关节处，你看看这个墨色呢又稍微重一点，同时要注意啊，它的一个高度在哪儿？基本上在这个脚后跟啊是一致的地方。往后蹬，哎，往后蹬。这个脚趾头啊，脚趾头，小指甲，哎，对吧？它是这样一个感觉。那么这个腿，它有一点趴着，这个你有没有看这个警犬呢？在地上啊匍匐前进的这种感觉，明白吧？它有一点匍匐前进的感觉。它在找猎物的时候，它闻地上那个气味啊，它跟它匍匐前进，知道吧？它身体压的比较低，然后后腿又得翘起来，啊，它要用这个鼻子贴地啊，贴地，所以它鼻子是贴地的，臀部是翘起来的，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腿又长，那么得收起来呀，往上啊，对不对？有这种匍匐前进的感觉。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想象一下，这么一说你就能理解了。这么一说，你看我虽然没养狗啊，但是我能够想象出这个画面。它因为有时候看一些这个，比如警犬啊搜东西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你看这个腿呢，它是稍稍要抬起来往后一些。不知道这么描述你们能不能对你们有没有帮助啊？这样就明白他这个动作了啊，就明白他这个动作了。这样肯定是找吃的嘛，对不对啊？要么在破案啊，要么他就是一个警犬啊，便衣，披了一身皮。原作是刘奎林的啊，原作是刘奎林的。狗狗是3个脚趾头吗？4个脚趾头，这后面还有一个呢。狗妹，你告诉他是几个脚趾头？
咱还没养狗啊，不是，我说的什么狗没？我说菊妹，菊妹，完了。我女儿天天抱个小狗，天天喊她的小狗喊狗妹，她有个娃娃狗，天天抱着她的小狗，狗妹狗妹的啊。我哄我家小孩的时候，哄老二，抱着老二哄他睡觉，他就抱着他的狗妹哄狗妹睡觉。哎呦，好，这个后边啊，后边原作是刘奎玲的啊。往后啊，接着往后来，到了臀部了，这个毛发呀要虚一些啊。我女儿4岁多啊，4岁半。我儿子现在才1岁半。天天，哎呦，那天天家里边鸡飞狗跳啊。两人会吵架了，现在，哎呀。现在正搁外面吵呢，天天。这个用淡淡的赭石，你看到没有？后面有一种光感啊，有一种光感，看到没有？有一种光感，要给它画出来。哎，回头上色的时候，我们再画这其他的细节啊。我们再把这个小尾巴给它画一画。那么利用这个赭石，加了一点点淡墨，赭石加一点淡墨呀。哎，赭石加一点淡墨啊。这个小尾巴，这个小尾巴，这个毛发啊，这个倒是常见的这种感觉。找一找啊，哎，看到没有？先呢画中间这一块啊，它像一朵花一样啊，像一朵花一样，看吧，是不是啊？像一朵花一样。先给它分出啊，分出这边的层次。有了这边的层次之后啊，它是向外啊，是这样打开的啊。用淡墨，咱们再来用淡墨啊。这回墨是真正的淡墨啊。首先用淡墨，你看这个碟子里边我是淡墨啊，这个碟子呢是重墨。狗头那个应该是长耳朵，不是狗爪子，说哪个呀？好，注意看用笔啊，虚一些啊，虚入虚出，看到没有？同时要灵活一点，要拐弯啊，拐弯。要学会拐弯。哎，这边
你首先啊看好它的一个方向，这种动态感，然后把握好这部分的空白，它的一个分叉啊，它的分叉也很讲究啊，这个分叉，明白吧？你不要雷同了啊。就是这个分叉后面呢，要精心的给它收拾出来，哎，不是很随便的啊。这种有这个毛发的这种散开的感觉吧。再加一个弯儿啊，加一个弧度，你看到没有？稍稍的加一个，比如说朝这边的啊，我就反过来加，就这样加。那么像这样的啊，朝那边呢，我就这样加，明白吧？这样它的一个波浪卷，哎，就多一个层次，显得蓬松一点啊，显得蓬松一点。到边缘虚一些啊，虚一点，你给它画一下就可以了啊。到后面呢，我们需要用这个墨色呀，再来给它把石头啊画出来，然后给它衬托一下即可。好，背部，哎，这个几个指头啊，其实不重要啊，不重要。这个看了大概啊，因为都挡住了嘛，大概啊就是凭着一种感觉的，然后画出它的一个特征感就可以了。那侧面，比如说只能看到4个脚趾头，你非要画5个脚趾头，那不科学嘛，对不对？你手指头，我这么个角度，你能看到几个手指头？最多看到这俩，再加这个3个手指头。你说你非要说是5个手指头，非要画5个手指头，没那个必要啊。有时候，哎，好了，这块稍微拱起来一点，看到没有？拱起来一点啊，有一个弧度。然后啊，再来一点重重的墨啊。呀，整点了是吗？都过整点了吧？好，我们把这一块画完，稍稍休息一下啊。好，那么整个这个小狗呢，这个感觉啊，咱们就先画到这儿啊，先画到这儿了。然后可以直接再来画那只小狗啊，直接画那只小狗。画完这只小狗，再回过头来画这只小狗。8点，现在8点了，这个哎呀，画1个小时了。这只小狗用赭石加墨啊，加淡墨，或者先还是用墨啊，把眼睛给画一画，把眼睛给画一画。呀，陈默老师来了，相当过瘾啊！这是陈默老师吗？咱都不敢认了，现在啊。之前好像有个也叫陈默，对吧？睡到现在啊。
哎呀，真幸福啊哈！我都好久没好好痛快的睡一觉了。来，这个小眼睛，这个眼睛啊，妥妥的单眼皮，小单眼皮儿，肿眼泡。啊，单眼皮儿，肿眼泡啊。先选择一支画啊，我看看选择哪一支呢？先画这一支啊，先画这一支吧。这个起形起的比较草率啊，这一支起的。颜色啊，墨色啊，不要太重啊，这一支。这个墨色不要画的太重，它是一种赭石墨的感觉，赭墨的一个感觉，包括眼睛都是这种感觉的，所以起的时候墨色不要太浓，同时它这个眼睛的一个厚度感啊，咋这么厚啊？这个眼睛还有点向下，有点向下耷拉着的这种感觉，我稍微给它画平了一点了。眼珠子可以墨色重一些啊，瞳孔啊，瞳孔可以重一点啊。中间大致是一只眼睛的距离，那么我这个中间的距离好像宽了，中间的距离宽了，我们稍微给它往里缩一缩啊。宽了，我们往里缩一缩啊，大致呢是一只眼睛的一个距离，稍微往里缩一缩啊。哎呀，感觉一只眼睛多一点的一个距离啊。小狗，不知道是啥品种啊，没咋见过。这个眼珠子，这个眼睛更是，反正不太好看，不美观。就是这样吧。然后小鼻子，哎，还挺高，拱起来比眼睛的这个高度都快赶上了啊。下眼泡也肿，上眼泡也肿。稍微皴一皴，这个眼泡也肿得厉害啊，小眼泡也肿得厉害。你看，用这种干的毛笔，干的这个毛笔啊，比较干，轻轻的啊，像这样的蹭。有时候要学会用这个毛笔，你看到没有？干一点，有时候就特别需要干一点啊，像这样的啊，轻轻的干一些，这么蹭它，不要太实啊。像你们画山水画，有时候要找那样的一个感觉。
好，大概就是这样，不要太重了。一会儿啊，还是以颜色为主啊。它这只狗呢，就是以颜色为主。我这边因为一开始画低了啊，多画了几笔，其实不大好。那么正好，我现在画它的一个鼻头啊，正好就把这几根线呢给它利用上，把这几根线给它利用上。这小狗这鼻子长的真是，哎，这样的，这个嘴角和眼角齐平，嘴角啊和眼角齐平，稍微嘴巴好像画长了一点啊，画长了，应该再上去一些，是吧？然后这边小牙，然后这边吐个小舌头。舌头中线，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哎，毛笔散开啊，散锋。好，现在呢，再来处理它的这个毛发，再把毛发啊稍微处理一下，勾一勾啊，墨色也不要太重，用这种淡墨啊，全部啊以这种淡墨为主，咱只稍稍勾一下啊，只会稍稍勾一下，稍微勾一勾。那么这一次啊，咱们就是妥妥的要把这个什么披笔丝毛啊，散锋的这种用笔啊，你好好的看一看老师的这个啊，跟着老师的这种用笔的感觉啊，体会一下这种散锋用笔的感觉，因为大家很容易啊，把每一笔画得很实在。画实容易啊，画虚难，明白吧？有时候不光是用笔这种虚的感觉啊，有时候还有这个，比如毛笔的这种蘸墨，哎，墨色这种虚的感觉。你看这个淡墨感觉啊，就像画山石啊、皴擦或者画树这种画树啊，画这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分好组，这是咱们本堂课一个学习的目的啊，并不是说把这个狗啊给它画出来，那都是次要的。对于咱们学习阶段来说，咱们是通过画这只狗能学到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啊。不能老师只教你画一只狗，你只会画一只狗啊；教你画个别的，你又会画个别的。小眼睛画小了一点点啊，感觉。回头看看，找机会给它修改一下啊。好，身体部分啊，继续身体，把身体部分像个小老头儿。那么它是有这种主次关系，所以这只狗呢，
它处理的也是比较简单一些，没有那么复杂了。下面这只狗处理的比较复杂。哎，散锋啊，散锋，这种连皴带擦啊，带丝毛的这种感觉。带搓啊，是吧？用笔这样是比较放松的一种状态，看到没有？很放松的一种，既有线啊，既有直线啊，又有这种带丝毛的这种虚线。这就是用笔的一些技巧，大家要在这种用笔的多样性啊，变化的多样性，所以大家最重要的是要学习这些，体会这种用笔的效果。你看，现在完全就当山水画来画了。我现在就是画山水画，传统山水的一些皴皴擦擦、勾勾点点，啊，这不很快啊，很快就把这个需要的这个感觉啊，就给它营造出来了。再把小腿勾啊，腿呀稍微勾一下，勾腿的这个线条你可以稍稍的实一点啊，也不用太实在。它这个毛发比较长啊，这个腿，哎，稍稍呢让它有一些遮挡感。那么这个呢，就是你看到这个画之后产生的一种自己的一些联想啊。它这张画啊，比如说对你你看到之后，你想到的会触发你对于真实的这个小狗狗大概是一种什么状态啊，会有一个联想，然后你就把它画出来。是吧？虚虚实实的线条，因为我看着啊，我看着它感觉，因为这个狗全身都是这种小卷毛嘛，哎，到了这边它可能有一些啊这种小小的长毛会下来，对吧？那么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啊，这么一个感觉。好了，那么下面我们用颜色，我把眼睛再给它处理一下啊，这个小眼睛画小了。那么改这个眼睛啊，我选择呢一支小小的狼毫笔啊，不能让它太丑啊，有点偏心了，俩孩子一样对待。一个像小老头，一个像小老太太。你看这个唇墨，它就比较的阴啊，加点赭石吧。这会儿不想让它阴，因为这会儿我要修改。
稍微加重一点，加粗一点。这个呢也稍稍加一加啊。稍微加一点点。好了，现在染色啊。那么从这只小的开始啊，我们从后边这只开始，赭石会用到赭石啊。赭石色呢，一开始不要调的太浓啊，不要调的太重，先浅一些，先浅一点啊。看老师的指示啊。那么先调的不要太浓啊，加水。浅浅的、淡淡的，像画人物、染色一样的一个道理啊，像化妆一样啊，从重的地方开始画，是吧？这重，对不对？哎，额头这块重，那么这块也重啊，也重。小眼泡子啊，来结构给它画出来，中眼泡。下眼皮儿，这个中眼泡，留出一些亮部啊，高光的地方。那么到了下面毛发部分啊，同样啊，重的地方啊，先给它画出来啊。哎，这个小狗。鼻子部分呢是比较浅的，先给它留住，比较浅的嘛。颧骨，毛发的地方比较重，画重一点。好，继续。因为刘奎林的这种上色感觉是非常具有块面感的，明白吧？他的这种画风啊是极具这种块面感的，没感觉都像石头一样吗？这种感觉，这种块面分得特别清晰。所以我们要注意啊，它的一些染色的特点是什么？这块下巴这一块的，它的这个毛发比较金色的感觉啊。好了，这个胸前这一块啊，毛发呢比较浅一些，感觉对吧？比较浅一点。到下面呢又实一些，到下面才实一些。所以我们整个的一个染色啊，把亮的地方你先给它留出来啊，先留出来。手速啊要注意，要快一点，稍微快一点，因为后期这个一会儿啊，我们还要处理啊，继续处理。它是两边呢，几乎要给它连在一块啊，要衬湿的时候，那么再往后啊，这些啊，处理的更虚一些了，颜色呢可以更淡一些啊，还是从重的地方开始，对吧？哪重啊？这个羽毛，这个尾巴。这个重啊，
但是整体颜色要比头部要浅，整体的颜色啊要比头部浅，身体结构部分哎稍微重一些，重一点啊，把体积感给它塑造出来。底下这边这个毛发要重一点，脚这一块哎重一些，脚趾头塑造一下，稍稍勾一勾啊，亮的地方呢亮一点啊。那么把这种光感很快的要给它塑造出来。好了，现在毛笔再蘸点水，毛笔再蘸水啊，蘸水，把这些其他亮的地方啊也不能太亮，对不对？它毕竟呢是一个颜色啊，一个颜色。再蘸了水啊，稍微蘸了一点水，那么整个颜色呢就会浅很多，但是又让它形成一个整体里边啊，鼻子直接给罩上，对吧？罩上。颜色要淡一些啊，这会儿。比较淡的这个赭石啊，淡淡的赭石，呀，就是这样的啊，明白吧？好，那么现在你看看啊，现在这个小狗的这种体积感呢，它就有了啊，体积感就有了。继续啊，赭石这一次要重一点的赭石了，赭石里要加墨啊，赭石加墨，要稍稍干一点的赭石啊，稍微干一点的赭石。不行，咱就重新挤一点都可以啊，来个碟子。要画重的地方，因为咱们一开始用了墨画，其实应该直接用这个赭墨啊，赭石加墨画效果就好一些。墨的这个颜色还是不大能和这个它是个纯赭色的嘛，纯赭色的这么一只小狗，对吧？那么用了墨勾了之后，不一定能够和这个颜色完全融合进去啊。加了一点点赭墨啊，毛笔干一点啊，干一点，就像画老虎似的啊。好了，继续啊，重的地方，你看重的地方加重，对吧？有些地方稍稍的披笔丝毛了，哎，绝活又来了。中眼泡加重的地方加重一点，细细的收拾啊，收拾环节了。这种画法要快一些啊，明白吧？这种画法快一些啊。还有一种画法呢，就是老老实实的，哎，像老师这样勾完之后呢，就开始披笔丝毛的染，明白吗？就之前画那种，咱们之前画那个小锦鸡啊，那种方式，锦鸡呀，还有那个戴胜啊，是用的那种方式啊，这种方式稍微粗犷一些啊。
那种呢就是类似于画工笔了。我这个不应该拿墨钩啊，后悔了。得把重的地方啊给它加重。这个头发的一个厚度啊，要给它画出来，就厚一些。来，小中眼泡加一加，散锋啊，趁着这个一波啊，散锋。这个是有一点金色，回头再用别的颜色啊，比较亮的颜色，我们再来画。下面呢，我们先把其他地方啊，该加重的地方啊加重一点，把这个层次感先给它画出来。有些地方啊轻轻的啊，毛笔看轻轻的，有一种丝毛的感觉就可以了，不要画的太实啊。你看，哎，底下呢可以实一点。那么身体部分，这个墨色这个颜色啊不要这么深了啊，我沾了一点赭石，稍微比这个重一点的啊，衬湿丝毛，来披笔丝毛，沿着它身体的一个结构走啊。毛笔干一些啊，因为底下比较湿啊，比较湿，所以你如果也太湿啊，它就看不出来。你可以干一些，明白吧？你看看。它就会有这种毛发质感啊，然后稍微再来分一分层次，啊，分一分这种一缕一缕的感觉。给大家稍微放大一点了，放大一点，看到没有？哎，它是趁湿的时候这么画，哎，它就有了这个层次感，看到没有？明白吗？这个撕出来就和底下呢又有一些融合啊，看到吧？这些地方啊，同样也是这样的啊，可以整体啊这样撕一撕。有些地方呢就用这个刀刃啊，毛笔的笔刃啊。哎，结构的地方啊，这一块啊，稍微加重一点，加重一点。然后这些地方再加一遍，对吧？它就会重一些啊，重一点。好，那么再缩小一点，这边颜色啊肯定是不够的，继续再加。那么在加颜色的时候啊，可以稍稍啊，如果第二遍你可以稍稍等它干一些，可以干一些。那么有的颜色啊，我现在需要趁湿的时候加入进去，比如它毛发的有时候这种红啊。它是这种虽然是这个赭石色，它其实有时候偏点红啊，偏点红，加一点点朱砂啊或者曙红的这个感觉进去。
就像啊，有的人这个长胡子啊，他这个胡子啊，不光是黑色的，他还有金色的胡子，还有白色的，各种颜色的胡子。加一点点这个红啊，哎，特别是这个朱砂，你看他头上。这个不要太干啊，不要太干，颜色不要太重，要让它融进去，有一点这个感觉。稍微加一点，那么这个颜色，一个它看起来丰富一些了，对吧？阳光底下，它这个颜色是非常的变化，是非常丰富的嘛。这些暗的地方啊，它是透着红啊，透着红。暗的地方透着红。哎，暗面的地方啊，这个颜色就是往这些比较暗的地方加。好，腿部这一块呢也能加一点啊，腿部这一块呢也能加一点点。也能加一点。这个鼻子啊，这个狗啊，这个鼻子这一块，像这种男生刮了胡子的感觉啊，青的啊，有点青的这种感觉，淡淡的花青，淡淡的花青啊，淡淡的花青来一点，还能加一点点三绿也可以啊，就是这个淡淡的颜色。加一点，鼻子两边啊，再把这个朱砂稍微偏红一点的朱砂，因为鼻子颜色比较浅啊，所以你加了这个朱砂之后啊，这块感觉它会比较亮一些啊。哎，稍微来一点，看到没有？这边呢，浅浅的来一点点就可以了啊，主要是这边重一点。鼻子用一个咱们刚才的折墨啊，鼻子它是有高光啊，有厚度的，这种厚度感。一会儿干了之后，我们再来细细的画一点，先给它铺一遍，铺一遍。那么现在这个完成度啊，它就会好一些啊。眼珠子呢，也可以用到刚才的花青啊，或者是有一点点这个三绿啊，花青和三绿调一块的这个感觉啊。像葛大爷，加一点三绿啊，我都不敢说话。三绿调一点这个花青，
可以一开始3绿调多一点啊，先偏绿一点，先偏绿一些。哟，这不绿了啊。然后再用，算了啊，再用这个赭石，把边缘的地方加一加，哎，那么颜色啊变化就微妙一点点。如果高光啊阴的被盖住了，那么我们可以干了之后再给它点一遍啊就可以了。那么咱们现在这个精细程度是赶不上这个刘奎林啊，因为咱们没有给它做一些这种丝毛啊。下面呢，我们进行一些丝毛。同样啊，丝毛呢就是一个赭墨啊，赭墨的这么一个颜色。那么越干啊，其实撕的效果越明显，明白吧？就是咱们在一张比较干的纸啊，新的纸上，我们先撕毛，那么撕的这个毛它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这个已经染色了啊，比较湿润的这种情况下，撕毛它是效果是不明显的。所以这个时候啊，但是呢，它虽然不明显啊，但是它能够融合的好，就是因为它不明显，所以融合的好，明白吧？所以我们追求的是这种高度的与底色的一种融合啊，整体感，而不是说一根一根毛啊特别明显，那就有点太假了，明白吧？所以这种方式它的这个追求不一样啊，追求不一样。那我继续，可以稍稍等它再干一点啊，就会更好一些。现在还是稍稍有一点湿了啊。不断的这么重复，那么稍稍等它干一些啊，我下来把下面这只小狗啊，你可以用这个赭石啊，调3绿啊，这么个颜色，赭石调一点3绿这么个颜色，哎，这个点子吧，正好就有赭石，啊，调点3绿啊，正好有3绿，说错了。调出这么一个灰色啊，调出这么个灰灰绿绿的这么个颜色，蘸水，灰灰绿绿这个颜色，还能加一点藤黄进去啊，有藤黄还能加点藤黄进去，毕竟它是白狗嘛。哎，加点藤黄，好，就是现在的这么个颜色啊，现在这么个颜色，黄黄绿绿的啊。这个小卷儿，现在我们把身上的小卷啊，这个卷呢，就像画云彩一样啊，像传统的这种画云彩一样。我们先从底下开始啊，虚入啊，看看，哟，颜色重了一点来，虚一点。明白吧？一缕接着一缕啊，它像这个画云彩呀，画这种青烟的这种感觉啊，方便面似的啊。同时啊，有些线条啊，要与这个黑色的部分稍稍让它接着一点，对吧？接着一点。它的一个走向是围绕着身体的结构这么走的啊，沿着身体的结构，注意这种疏密啊。同时，那么到了背部这一块啊，肩膀这个与头相接的脖子这一块，疏一点啊，少一些，大一些，你看到没有？比较大。
因为这一块是一个高光部分。然后这边啊，可以与这个黑色的毛发黑色的毛发进行一个相接，要虚一点用笔啊，这几笔呢稍微实了一点，实了我往前延伸一下啊，往前延伸一下。毛笔你可以在纸上擦一擦啊，让它干一些，不要太湿。那么现在啊，就有了这种毛发的层次感了，看到没有？层次感就出来了。到底下这一块，要与身体与这个黑色的部分呢相接啊，加实一点。好，继续啊，到了这边。同样再往后进行。那么颜色不要太实啊，水多调一些水，多调一点水。这边它腹部的地方，它用笔又虚一些，它没有太清晰的这种波浪卷所以毛笔压的扁一点水分多一点，压的实一点。它是用这个颜色来表现它暗部的一种。这个颜色它是一个暗部嘛，那么虽然它是白的，但是它如果是暗部，它同样需要颜色，那么它是用这种大块面的颜色来表现。同时背部它是采用了这种淡墨，用这种淡墨的形式来和前面这样一样的来画。那么我们蘸一点淡墨墨色淡一些，不要太实了。那么注意看这块的这块呢。它是为了加强什么？加强腿部大腿的这个体块大腿的体块，对吧？这一块呢，它是为了加强背部的这个结构，脊椎的感觉，对吧？两边两侧的这种感觉，给它加一加，加实了。好，轻轻的轻轻的，稍稍的捋一捋，捋一捋，它也是需要有一些的不能一点没有。轻轻的皴擦一下，披笔丝毛。有这种一缕一缕的这种感觉，给它找一找好，到臀部了。臀部这一块，它这个走向又换了走向又变成这样啦。再用刚才的这个淡淡的这个绿黄黄绿绿的这么个颜色后面臀部这一块给它画一下。用这个颜色稍稍比较浅，水头大一点，老师经常讲水头水头就是你毛笔上蘸的水这个叫水头，也是专业术语，你要明白是什么意思这个水头大一些它就显得润一些毛茸茸的这一块是毛茸茸的。这一块呢，就有点像多少天没洗一样这一块呢，就像刚洗完被吹风机吹干的那种蓬松感。臀部外轮廓的这个，再稍微加重一点再加一层，看，让它层次感，对吧？它不是更丰富一点吗？那么这种方式呢，如果一开始这只小狗全部用这种方式画，它就会比较细腻但是这种就比较慢一些。
该加一点赭石的地方，哎，我们用赭石啊，大胆的加一点啊。那么这个白色它就变得有丰富起来了。肚子这一块还是用这个淡墨啊。轻轻的啊。好，淡淡的赭石。对呀，这颜色干了会很淡啊。淡了可以再加一遍啊，可以在有些地方，咱不能指望一遍啊，咱们画东西啊不能指望一遍呢把这个颜色染足了，那样就会很死板，明白吧？有些不是说，有些就是故意啊要染淡一点啊，多来一遍。特别是画人物画这样的啊，这是一些染色的部分。好，再来调黄黄绿绿的这么个色儿。这一块儿，哎，多染一点。这一块儿，哎，有点赭石。这边也赭石啊，稍稍照一下啊。好，上面的这只我摸了一下，差不多了啊。我摸了一下，差不多了啊，不能再画下面了。下面呢可以等会儿画，上面这只已经不能等了。继续用这个赭石。这是加这个重一点的啊，这是加了一点淡墨的这个，稍重一点，也不是重多厉害啊，稍稍重一点点的这么个颜色。可以细细的啊，再撕一撕。哎，有的地方啊，稍重一点的地方，就再重一点点。稍微再加一加啊，有点复杂是不是啊？有点难度啊，这张画。稍微加一加啊，不用存的太多。
特别是一些暗面的地方，哎，轻轻的皮笔呀，扫一扫。好，差不多了，再用赭石整体继续啊，给它敷一遍色，淡一点啊，这个赭石啊，不要太重啊，比较浅一点，就像第一遍一样，甚至里边可以调一点的刚才的这个黄黄绿绿的这么个色啊，你可以用这个色再加一遍也可以。我们先整体呢再染一遍色。之前没有照顾到的地方，哎，现在呀，要给它统一起来啊。重的地方可以多刷2笔，统一起来。一会儿把小舌头给它加一加啊。哎，这块亮的地方呢，画的时候悠着点儿。看到没有？轻轻的扫一扫。今天又是比较忙的一节课啊。我抬个头看一眼了，好久没抬头了。看看大家在说啥呢？这个不应该用墨钩啊！呀，墨钩是失败笔啊！如果没有墨钩啊，现在效果会更好一些。所以大家可以用赭石画啊，不要用墨钩了。淡墨也不行啊，淡墨也不行，盖不住啊，盖不住。鼻子啊，鼻子周围啊，再处理一下。然后有的地方我们用这个调一点点啊，这个3绿啊，调一点3绿啊和藤黄的刚才调出来的这个颜色啊，3绿和藤黄的这么个颜色。3绿藤黄赭石的这么个颜色，就是画这个白狗的，刚刚画白狗的这个暗面的这个颜色，调一点这个颜色啊。哎，3绿啊，藤黄还有赭石调一块的这么个颜色。好了，哎，就这个颜色啊。那头发有些地方照一下这个颜色啊。眼珠啊，眼泡，鼻子上方这一圈照一下这个颜色。稍微照多了一点。稍微多了一点点。后边啊，后边也可以稍微照一点这个颜色。哎，啊，那么现在整个这个后面这只小狗啊，一会儿把舌头一画啊，再把鼻子啊再给它
精细的画一画，基本上差不多就可以先放一放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啊，把这个前面这只小狗还没给画完呢啊。买了课衣服也没画呀，你怎么搞的嘛？赶紧画呀！淡墨，稍淡一些的墨啊。好，还没恢复是吗？那还是可以原谅的啊。我以为是觉得课程太难了呢。课程难了，咱可以降低难度啊，这个没关系。咱往难的话不容易啊，往这个简单的话还不容易嘛，对吧？稍微留一点高光啊，里头染个色。后边啊虚一些，墨色淡一点啊，后面这个，哎，墨色淡一点。里边呢，该重的啊，该暗的呢还得暗啊。留出高光来啊。发梢可以稍稍的用重墨提一提，醒一醒。里边啊，稍稍用重墨提一提。好，把这个脸部啊，用淡墨啊，来吧，淡墨啊。小眼泡啊，染一染，小眼泡啊，像刚才染那个小黄狗一样啊。哎，小眼泡染一染，有点高光，有点高光啊。小眼皮儿染一染，放大一点，大家看得清晰一些啊。小狗啊，黑一块白一块的，还挺复杂。小毛发，直接用这个墨色啊，那么破墨啊趁湿，把重的地方直接给染了。
就当成人的脸这么来画皮肤。小鼻子这一块啊，小嘴巴。鼻子边缘呢染重一点，鼻头这块染一下，这个边缘轻轻的染一下，高光该留的留一留，鼻孔。这个是头发啊，头发要覆盖住的地方。好，再来一点刚才的这个黄黄绿绿的颜色啊。小皱纹，皱个小眉头，点一点。有点你家狗的样子啊。你家狗是泰迪是吗？你家狗？这是不是泰迪呀？这应该不是吧？鼻子啊，要有体积感，稍微的围着圈啊，扫一扫啊，扫一扫即可。同样啊，这些毛发的地方，再用淡墨啊，我们继续用淡墨再照一遍。把这些高光的地方，也轻轻的照一遍，但不要照的太多，还是要保证它是一个透亮感啊，透亮感。因为啊，它用了红色啊，用了一个赭石，又加了一点胭脂的这种颜色啊，赭石加了一点胭脂的这种颜色，赭石加了一点胭脂的这种感觉。没有头发呀，对吧？红红红，黑黑红红的。中眼泡啊，有一点这个感觉啊。小舌头呢，用这个朱砂，同样一开始啊，不要太重啊，这个朱砂呀，一开始调一个淡淡的朱砂的感觉啊，淡一些，一定要淡一些，大家不要调重了，浅一点，一开始，浅一点，这个还不够浅啊，再浅一点。把重的地方啊，它的一个形状啊，先是给它画出来，对吧？等一会儿啊，再整体照一遍，它不就有了这种体积感了吗？这一只同样如此啊，这一只同样如此，这一只还没干呢。
就是有了舌头的这种感觉了啊，已经有了。哟，蹭脏了一点。好，下面我们继续啊，我们缩小一点，把这个背景给它加上，把背景给它加上，哎，背景加上。这个弄脏了一点啊。背景一加，这个画面呢它就会好一些了。先把这个竹子给它画出来。看看几点了？现在还挺快嘛，3个点肯定能画完呢。现在没法分2节课了啊，1节课画完算了。哎呀，活动活动，大家活动活动。往下拉什么？下面就是纸，空白纸啊。你看，把这个石头啊画一半的地方啊，画一半的地方。底下就快了嘛。小狗的画完了，还分2节课干嘛呢？调墨。看个整体，刚才不看了吗？就2只小狗，现在没有整体。来，石头啊，侧锋，先是画出这种体块感，哎，画出来，看到没有？体块感，这个线条比较好画啊，比较的爽利啊。同时啊，要画出这种层次感啊，这种10分3面嘛。你看，它就是斜着这么一皴，把我毛笔都皴坏了。脚下的地方啊，稍重一点。哎，稍皴一皴，慢慢的这个石头的这种层次感，它不就有了吗？注意不要太乱啊，不要太乱，要注意。别心疼毛笔，为什么不能心疼一下呢？啊，浓墨淡墨交叉使用，对吧？浓破淡，淡破浓啊，忽来忽去的啊。这画完已经，有的同学已经找不着北了，来得太快啊，是不是啊？那这种墨的感觉，就比你纯纯的中锋一笔一笔那么画就好多了啊。它有时候是拖呀，这种叫侧锋啊，卧倒拖锋，对吧？哎，有笔尖它有浓墨有水，一会儿浓破淡，一会儿淡破浓啊，一会儿皴一会儿擦的。
可以再用点胶墨啊，就特别重的干墨啊，再破一下嘛，墨色就不会平均啊。好了，小竹子，这小竹竿画的啊，我都不一定画得来呀。这小笔法，整点三绿啊，三绿赭石。三绿赭石啊，三绿多点，赭石少一点啊。三绿为主，重来，调多了。哎，三绿稍微多一点，赭石少一点啊，就是这个色儿啊，就是这个感觉。笔尖可以蹭一点赭石。我们从最里边这一颗开始画，再加点蹭点淡墨。它是纯的一种这个墨骨法了。我又讲到了墨骨法啊，很多人不愿学啊，你就不知道墨骨法的厉害啊。这就是纯的啊墨骨法。它这个竹子啊画的非常的写实啊，非常写实，很有竹子的这种特别大的竹子啊，它是有这种光泽感的，它通通给表现出来了，包括竹节上的点小亮光。好，一节，再画一节啊，先不用刻画它，先不要画的太细啊，先把它分出来。哎，小光啊，贼的小光，特别贼。竹节的地方呢，可以稍稍大一些啊。咱们画小一点啊，这只。好，没有了啊，到头了，到头了。等会儿啊，再来刻画。现在太湿了啊，不宜刻画。继续啊，继续这一刻。你可以选择中间这根中间这一段比较粗壮的这一段开始。因为感觉位置可能有点不够用啊，咱先把主要的给它画了。
来，这一节短一些啊，往里边弯啊，弯一点。压缩了一下这个长度啊，不然画不下3节了。哎，好，再往上啊，再往上去啊，这也太长了，碰一块儿了，这麻烦了。我们给它换个拐个弯吧。好，还是上来了，想不上来都不行。也画斜了这个节。好啊，这个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啊。小竹笋，画一画。这个整点紫石啊，还得整点黄啊，藤黄、3绿，哎，调出这么个色儿。来，笔尖蘸一点墨，笔尖刷一点墨，墨别太重。啊，再刷一点墨啊。咱得画小一点，再画上去，戳到小狗的脚了啊！把小狗画大了啊！不能太厉害，拐个弯吧。都扎脚了，小狗。往上啊，墨色呢稍微浅一点啊，整重了。这边，往这边来。
太湿了啊，干了之后再来。差点就扎着脚了，你看看，哎，差点扎着小脚了。好，回过头来啊，用一个赭石啊，调一点这个花青啊，不要，调点胭脂的这个颜色啊，赭石调胭脂，再调一点点淡墨进来，哎，这小色儿。他竹子怎么不用斗笔？不敢用啊！这个里边这么多小高光，斗笔一笔下去啥也没了。把重的地方啊加一加，小墨骨啊。你如果有胶啊，现在加点胶是最好的。哎，我好像有胶。你看我的胶啊，我的胶现在跟果冻似的。之前给大家做的这个，倒都倒不出来。之前给大家做的那个什么葛粉用的啊，整点胶啊。我用这个小刀割一点啊，你看，像果冻皮一样，看到没有？搁点小胶吧，不然它阴的太厉害啊！搁点胶，看到没有？像果冻吧，晶莹，哎呦，晶莹挺，哎呦呦呦，快，不能陷。拿水，这个胶就是这样啊，它凝固了，它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的调的比较浓，正常啊，咱们需要用温水给它化开，或者有温胶器啊，温胶器放哪儿来着？用温胶器热一热，给它温开。强行给它弄开，强行给它弄开一点啊！调点这个，再调颜色啊，再用颜色，墨、赭石、曙红、胭脂啊，来继续啊！你看加了胶之后啊，它就虽然我这个也不多，但是啊，好歹有一点。它这个颜色，它的固定啊，它就被固定住了啊，就不会乱跑。你看这个水线啊，这么细细的水线，想给它留住，还能留得住。你要没有加呀，它就跑得面目全非。啊，这样刻画起来就比较轻松啊，比较听指挥了。很多同学是不知道这个为什么胶有这个作用，是不是？看我现在手特别黏啊，就是因为摸了这个胶啊，刚才。是不是很多同学不知道为什么用这个胶啊？不知道怎么用，对吧？
对，这个只能在生宣上纸上用啊，熟宣纸不用加，熟宣纸本身在上面刷了胶矾。最好还是化开了再用啊，化开了用更好用。现在有个地方没化开啊。其实，在以前的这个技法课里边呢，老师讲学位的那个教墨法的时候，就给大家讲过啊。以前技法课里边不有个徐渭吗？你看徐渭画的墨葡萄，还有好多画的一些石头，那都是加了胶画出来的，很少有人知道就是了啊。又不是就是纯研究的啊，就纯专业的，这有好多都不知道。别说你们更不知道了，学过的知道对吧？没有学过的是不可能知道啊。所以你们现在临摹徐渭的墨葡萄图啊，你们直接画，你们怎么也画不出来那个水墨淋漓的状态，你知道吧？我的课当然算高阶了，我的课比高阶还高一点呢。高阶还有一些难度这种穿插。我的课你肯定能学到东西啊，只要你学，绝对的能学到一些啊，别的老师不知道的东西。好，你看看他的这个感觉啊，小感觉就出来了。后边的小石头啊，这个小石头我们再给它画一画。哎呀，忘了后边还有个石头了。这个卡纸啊，它就比较难的干啊，太厚了，太厚实了，半天没干。要是宣纸啊，它就干了。继续吧，继续。来，小石头抻一抻啊，还是刚才的笔法。你看笔尖蘸墨就可以，不要蘸满了啊。水分大一点都没关系啊，大点小一点都可以。
如果你把握不住啊，你就一笔一笔的那么去画，能把握住的同学，就比较随意一些，中锋、侧锋，都可以。稍微重了一点啊，稍微重了一点。那么这一块墨色它其实浅一点会好一些啊。这个石头呢小一点，好吧？感觉尺寸不够了啊。这一块就是为了衬托小狗的啊，没有什么作用啊。这个石头就是为了衬托小狗。好，都是这样啊，很简单。它这个石头比较简单，好画啊。稍稍丰富一下啊。好了。哎呀，竹子是有点画不下了，没关系啊，咱就当给它裁剪了。小竹子啊，先把竹竿画一画吧。3绿，还得画青。还得有画青啊。对，狗狗画大了啊。下次啊，一定得画一张小幅的，这大幅的画不动了，画的辛苦了，感觉没必要把自己搞那么辛苦，对吧？3根啊，3根呢要分开一些。这个
形状上啊，稍稍也要错开一点。小叶子啊，用这种花青。先点这边重的吧。啊，就是这种人字啊，个字。稍稍小一点吧，不能画大了啊。咱这个空间啊，跟人家不一样了，现在画大了不大好，不大好。不大好收拾了，稍微整小点吧。这边呢，后边啊可以浅浅的、淡淡的啊，来一些比较弱啊，一种竹影的感觉啊。行了，简单处理啊，简单处理。这上面最好，哎呀，最好来几片吧。上面最好来几片啊。为什么一定在5月份？是我当时我不太懂这个东西啊，不太懂。然后呢，它得需要你，就是官方要求啊，必须得是不能超过6个月。所以我当时设了个时间，一开始设的时间太长了啊，然后没有通过，然后呢我就写了个，改了好几个时间，最后改了个5月10号才通过。后来我才发现这个时间不能改了，就一经售卖之后啊，课程啊就不能改了，改时间了。回头如果我肯定上不完啊，5月10号肯定上不完，
还不用想了，按照现在的这个进度，我不可能上完。上完我也得我也得差不多了。到时候只能是我录一些这种视频啊，先充当这个课程，先传完啊，传完，然后呢，一节课，上一节课再替一节课下来，上一节课替一节课下来，只能是那样的啊。你想我怎么可能上得完呢？还那么多课。我也是跟别人学的这种方法，好多我查了一下，好多人不止我一个啊，好多一开始不懂的都容易犯这种错误。因为我是怎么，我这个课说白了啊，我就是跟人家学的嘛。就其他老师，我看的是其他老师一些同学发给我的啊，看其他老师怎么开课的呀，这都是120节，然后318，我纯的跟着他们学的，所以当时没考虑那么多事情，完了还不懂，结果给自己坑了啊！等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已经上了10来节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我还知道是这样，我不可能搞这么多课啊，还那么短的时间内上完。小命儿不想要了吗？这是。浅淡的赭石啊，赭石里加了一点点藤黄，所以到时候我想了一个办法呢，我也是搜怎么办，然后搜到了这么一个办法，到时候我会录一个视频啊，每节课都传的是那个视频，先传上去吧，只能是，然后上一节再替换一节，上一节替换一节。争取6、7月份啊，能把这一期上完就不错了。你说5月10号上完不可能了，没这么大能耐啊，那得上多少课？那天天不得没日没夜的在那画，给你们上课。呀，这个尾巴忘了啊，尾巴还得淡淡的染一点啊。哎，就用这个淡淡的颜色，扫一点颜色出来。哎，所以啊，做人呢不能跟风啊，不能人云亦云，最后苦的是自己啊。17、50、60节就好了。哎，就没想那么多嘛，说了嘛，就跟风嘛，就跟别人学嘛。啊，染色你最好等这个墨干了再染。你看现在都胀开了啊，都胀开了，因为这个卡纸啊干得太慢。大家自己染的时候，等它干透了再染啊，别着急，不要跟老师学啊。我是看这个时间快3个点了，得快一点，不然视频啊太大了又传不上去，可费劲了，又得剪又剪到大半夜。那买卖算是给我干的现在有点太累了啊！这买卖干的太累了，不如上班。哎，小地面呢，稍稍的啊，墨淡一点，存一存啊。
那么它这个竹缝里边，看还有一个小石头，黑石头，就是为了区分这两个竹子啊。看到没有？对吧？再来整点小小的淡墨啊。就这样皴擦啊，像这什么副报石啊、报石皴啊，皴起来夸夸夸夸，是吧？乱也不乱啊，就是这种感觉。哎呀，小赭石呢？分两节课啊。哎呀，分两节课。你看我这不是也画完了吗？你这墨骨就分两节了，对吧？写意还分两节。到了再隔一天，这个心态不一样了啊！一看，哎呀，怎么画那么差劲，不想画了，你知道吧？现在还能画完啊！其实2个小时跟3个小时啊，这个累的程度都差不多，差不了太多。明天就能休息了啊！明天我就休息了，明天休息，周2开始上课啊。但是明天我看又攒了一堆作业等着我点评。哎，小地面啊，就是这样染。换大毛笔染啊，不要用小毛笔了。染的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之后啊，可以扫一下啊，有的地方可以这样扫一扫，扫一扫啊，一会儿用这个花青啊，花青再来染。当然了，这个扫的时候颜色浅一些。回头就让啊两个颜色呢，它是融合到一块儿，对吧？让它融合起来啊。不用太满啊，留点空。这个意义是什么？就跟我之前啊教大家画过孔雀、画过凤凰啊，画那个尾巴的时候一样。那个尾巴染那个赭石啊，是不是有的地方染，有的地方不染呢？然后再一上3滤啊，有3滤的和没有3滤啊，有赭石的和没有赭石的，它颜色是有变化啊。就是这个目的啊。小心一点。
这个感觉这个蓝呐、不好，有点脏兮兮的感觉啊。这个小杂质太多了啊。小草啊，这样点呢，到了边缘的地方啊，就点一点，哎，手得稳一点啊，手要稳一点啊。底下呢颜色是越来越浅，越来越浅。这个小蓝，这个小花青不太好用啊，脏兮兮的看着。有点影响画面效果了。咱们应该用3绿对吧？花青这个颜料真是。所以说画墨谷啊，千万不要用这个颜色啊！画墨谷啊，用这个管状的颜料啊，就完了。杂质太多，多的太可怕了。底下的小花我就不画了啊，小花画的这叶子不太喜欢。大家想画的自己画一下啊。好像这样呢，干了之后看看效果啊，不行就再点一遍啊，特别是上面这些地方，它有些地方啊是点了，还得继续点一点什么，点点赭石。你看，它有些地方啊是要点赭石的。哟，后面还忘点了啊！因为我老想咳嗽，听我呼吸不好，因为我老想咳嗽啊，一直在忍着呢。哎，这个先点好之后啊，这个尾巴用这个赭石啊，再来画一下。干了之后啊，可以再加一加。哎，这个花青真脏啊，看着真不舒服。
失误了。脏兮兮的这个花青，缩小一下看看，也缩不小了。哎呀，这个花青不该染，花青不该染啊！这个小狗呢，这个赭石还能继续上一遍呢，有点浅，颜色还不够。现在把这个小赭石给再来一遍啊！今天应该用宣纸画，不应该用卡纸。卡纸吸色太厉害，太厚了，颜色干了容易灰。今天不应该用这个。好，调点赭石啊。那么染色的时候，还是可以按照我们刚才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原始的方法，先染重的地方啊，否则呀容易画平了啊，染的变数越多，回头就越平。刘慧玲的这个画不好学啊。粘一遍之后呢，就好一些了，对吧？啊，这个石头啊阴过来了，哎呀，这是要等一等啊，所以让大家稍稍等一等，干了之后再染色就会好一些。这个花青啊，等干了之后呢，我看看是用3氯还是用什么再盖一遍啊？我给它修整一下，不然显得你看看这个脏兮兮的啊。然后再弄一下啊，其他的部分还可以啊，还行。哎，这一张啊，这张内容会比较多一些啊，内容比较多。今天不应该用卡纸画哟，小卡纸太不给力了。像这种颜色比较满的，它就不适合用卡纸，因为卡纸太厚了。下次就知道了。再把这个狗鼻子，这个鼻子还得再画一下啊。小鼻子，
小感觉没出来。这样好一点。它这个加一点藤黄啊，它这个嘴巴这块，下方这一块。哎呀，这个藤黄也得，或者鹅黄啊，稍微亮一点。这个已经有点脏了，这个黄。好了。今天呢，就是主要是画了这个两只小狗啊，用到了一个技法呢，主要就是咱们所学的这个叫什么披比丝毛啊，披比丝毛。怎么披比丝毛？大家一定要灵活运用啊，好吧？要灵活运用啊！你可以看看，现在不大家都能看课了吗？你可以看我以前上的那个什么华研那个课啊，技法课里边，技法提升课里边。华研的那节课啊，那个怎么画那个小长毛啊，小长毛怎么画？看一看那个啊。再说一下，如果你想画这张啊，你看看，一个是头，这个不要用墨色啊，不要用墨色来画，直接用这个赭石色来起这个形来画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不要用这个画青了啊。你可以稍稍用个别的蓝代替一下试试，知道吧？拜拜，各位同学晚安啊，拜拜。